假如基辛格的预测成功，那么我们可能会迎来全球政治版图的一场大地震。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的俄罗斯会怎么给自己定位呢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爆民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基辛格预测乌克兰战争前景，引用30年战争的典故，警告德国人。最近德国新闻周刊民进采访了99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，谈论了乌克兰战争及其后果。在这次采访中记者一再向基辛格提问，要是俄罗斯打赢了这场战争会怎么样呢？但是基辛格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是一再强调了30年战争这个历史事件，以及所谓的俄罗斯还是不是属于欧洲的问题。基辛格作为一个活了将近100岁的政治家，他对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见解和认识显然是要比记者深刻得多。我们事后仔细的分析基辛格的讲话，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。假如俄罗斯真的打赢了这场战争，那么欧洲很可能就会陷入更长时间的战乱。俄罗斯在什么情况下算是打赢乌克兰战争？现在看来会有一个非常混乱的解释。如果按照普京在2月24号提出的所谓的去军事化、去纳粹化，那么俄罗斯的这场乌克兰战争已经打输了，因为这两个目标永远都不可能再实现了。俄军现在看来也没有意图要一直打到乌克兰和波兰的边境。对西方来说，北约想进一步的向东扩张的可能性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想把乌克兰完全纳入北约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。就算乌克兰政府正式加入北约并且得到了同意，那么乌克兰东部的几个州，也就是大约1/4的国土和2%的经济总量，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控制区，至少可以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。可以认为俄罗斯在重建缓冲区这个问题上的目的是部分的达到了，也可以认为乌克兰战争取得了不完全的胜利。但是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并不是和平，很可能是更漫长战乱的开始。这就是基辛格反复提醒30年战争的原因。什么是30年战争？它是发生在1618到1648年的30年欧洲战争，是由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，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全欧大混战，杀死了中欧2/5的人口。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，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。基辛格对德国记者说这个典故也是意味深长，因为对德国来说，30年战争一定程度上是内战。信仰新教和天主教的德国诸侯是互相攻杀，这一次德国还会内战吗？欧洲这个地方有很大的特点，那就是国家比较小，民族比较多，文化比较复杂。哪怕是一些很小的国家或几百万人口的民族，也有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历史传承。这就让欧洲的融合与统一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相反，发动战乱倒是很容易的很。欧洲的很多小国都有自己的历史，包括立陶宛、斯洛文尼亚以及东欧的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。如果追溯历史，都能够找出一群武功赫赫的古代帝王来，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当然不是坏事儿。可是今天的欧洲背后还站着另外一个国家，那就是大洋彼岸的美国。美国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俄罗斯通过一场不完全的胜利结束战争，然后又通过石油天然气的供应和庞大的国内市场的购买，重新建立和欧洲的和平关系。这样的话，就等于美国势力在欧洲被边缘化了。欧洲国家对俄罗斯那是戒心重重无论是历史上的沙皇俄国，还是今天的俄罗斯，对欧洲的很多民族来说都是噩梦，实在是太强大，也太具有进攻性了。美国一定会拿出自己一贯的手法，让欧洲和俄罗斯陷入长期的对抗之中。基辛格所讨论的下一个问题，俄罗斯到底还是不是属于欧洲？在我们看来，乌拉尔山以西就是欧洲，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以及它最重要的人口聚集区都在乌拉尔山以西，那么俄罗斯当然就是欧洲国家了。而且俄罗斯无论从宗教信仰、语言、文字的形态上都是欧洲化的。俄国上层自己还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呢。在沙皇俄国期间，俄罗斯的皇室还非常积极的和欧洲的皇室联姻。那么俄罗斯不是欧洲又是什么呢？这只是我们中国人的看法。欧洲国家，特别是西欧国家，并不是这么看的。在他们的传统概念里，俄罗斯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，
是草原民族建立的，属于东方，属于亚洲，这就带来了俄罗斯与欧洲分裂的可能性。假如基辛格的预测成功，那么我们可能会迎来全球政治版图的一场大地震。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的俄罗斯会怎么给自己定位呢？是独立于欧亚之外，还是向南扩张自己的影响力？不管怎么说，基辛格已经暗示了一种可能性：欧洲将是最大的输家，会陷入又一场漫长的军事对抗之中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